乌狂袭俄本土，炸油库、军工厂，俄8成关闭机场 ，S-400防空失控炸民宅。乌克兰获6.5亿军售，德国大规模扩军，50万大军剑指俄罗斯。前线激战白热化，乌军反击重创俄兵300余，战争或拖至2034年。俄称1万多外国雇佣兵战斗在乌克兰前线。太检边境爆炸冲突升级，稀土资源成引爆点。50年老旧飞机坠毁，暴露俄罗斯航空危机。近日，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展开新一轮高强度打击，焦点锁定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及其周边重要战略设施。索契与阿德勒的油库首先中招，卢克石油公司与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的多个储油设施起火爆炸，引发巨大轰动。紧接着，索契机场附近传出连续爆炸声，惊动整座城市。据称，俄军部署的 S-400防空系统在拦截无人机时发生严重故障，导弹偏离目标，直接坠落民用住宅楼。当地民众紧急躲入地下车库避险。这一幕恰如乌克兰人常年在空袭下度日的日常。如今，俄罗斯也在频频体验同样的惊恐。乌克兰空军这一轮攻击波及广泛。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披露，自7月24日晚至25日凌晨，俄罗斯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索契等8座城市相继关闭机场，民航大面积受限，造成区域性交通瘫痪。尽管俄方声称机场运营已全面恢复，但实际空域秩序依然紊乱。除索契之外，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其他城市也未能幸免。季马舍夫斯克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扰，尽管俄方声称成功拦截，但仍有无人机碎片坠入火车站，导致铁路运行一度中断。而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乌军重点打击了涅温诺梅斯克的阿佐特化工厂。据称，该地在短时间内遭遇至少37次无人机袭击，爆炸声持续不断，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乌克兰另一个打击目标是坦波夫地区的火药厂，尤其是位于科托夫斯克的设施，再次成为乌军重点攻击目标。网络流出的现场画面显示，爆炸瞬间火光刺眼，工厂上空升起高耸的黑烟柱，场面震撼。另外，在布良斯克地区，乌军米格29战斗机空袭俄军指挥部，造成严重破坏，引发各方高度关注。据诺尔报告披露，乌空军根据侦察部队提供的坐标锁定目标后，2架米格29战机携带法国制造的 AASM 锤子精确制导炸弹，对布良斯克一处前沿指挥中心实施打击。空袭瞬间，目标建筑发生剧烈爆炸，浓烟迅速弥漫，地面画面清晰记录了导弹投放与冲击的全过程。俄军基地的通信与指挥系统被严重干扰，战损仍在统计中。与此同时，乌克兰 Memesis 无人机部队也在东部前线发动行动，摧毁了俄军一座浮桥与多艘用于物资运输的渡轮。这些设施本用于跨河补给与战术机动，失去它们将直接削弱俄军前线补给能力。乌军的打击不止于前线，俄后方的重要枢纽罗斯托夫州多地也在过去48小时内遭到打击。新切尔卡斯克和塔甘罗格的铁路线发生爆炸，严重扰乱了俄军后勤运输。而在新沙赫金斯克，一座大型商场起火，据传其中储存有攻前线使用的无人机设备，火势凶猛，消防部门一名副主管在灭火过程中受伤。尽管莫斯科尚未给出明确回应，但现场情况显示火灾并非偶然。从当前节奏判断，乌军接下来很可能继续扩大对罗斯托夫及俄本土其他战略节点的袭扰行动。面对乌方持续扩大空袭战线，俄罗斯方面也展开反击。近日，俄军首次在哈尔科夫地区动用最新型号的恩普滑翔炸弹，这种经过升级的新型弹药具备更强破坏力，对乌克兰的城市建筑和人员构成极大威胁。与此同时，敖德萨与扎波罗热也遭遇俄方空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军事行动正发生在俄乌土耳其和谈5+2中之后，显示战事再度升温。两国在土耳其进行的会谈仅维持1个多小时即草草收场，除战俘交换外并无实质进展。
战争的阴霾再度浓重，和平依旧遥遥无期。目前，各地伤亡数据尚在统计中，已知包括1名9岁儿童在内的多名平民死伤。俄乌之间的军事对抗正在迅速升级，战火正从前线蔓延向更广阔的腹地。7月23日，美国国务院与五角大楼连续批准4笔对乌克兰的对外军售，总价值达$6.52亿，内容涵盖防空系统、重型武器维护及后勤保障，标志着拜登政府在军事援助上的政策正逐步转向有偿支持。这也意味着在特朗普回归选举压力下，美方不再无条件援乌，而是通过军售方式维系援助通道，由北约国家承担更多成本。4笔军售分别包括$1.72亿用于提供霍克防空系统及相关技术支持，第2笔$1.5亿用于布拉德利步兵战车的维修与保养，第3笔$1.5亿用于 M109 自行榴弹炮系统的维护与零件更换，第4笔则涉及$1.8亿的防空支援设备与保障体系。这些军售清单不仅为乌克兰提供实打实的战力提升，也体现出西方国家对战事长期化的预判。与此同时，德国也在大幅加码对乌军事支持。7月24日，德国防务公司亨索尔特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4亿欧元的 TRML-4D 和 Spexer 2000系列雷达，用于监测低空目标与导弹威胁，进一步强化乌克兰的防空网络。尽管德国政府尚未正式表态，但外界普遍认为这笔支援来自联邦政府预算。除了雷达系统，德国即将向乌运送第8套 IRIS-T 防空系统，并计划与乌克兰建立更多联合生产与防御平台，展现出远超以往的安全承诺。德国正迅速从后方援助者转变为前线支援者，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德国正在为可能爆发的更大规模战争做准备。根据路透社披露，德国计划在2031年前每年征召多达4万名18岁以上青年入伍，目标是在2035年前将现役军人扩充至26万人，预备役增至20万人，总兵力达到50万人，成为2战以来德国规模最大的军队。德国国防战略也正迈向高科技化，柏林政府已投入数十亿美元研发无人作战系统与军用 AI 平台，包括人工智能坦克、地面作战机器人与具备监控能力的机器人蟑螂。这些曾属于科幻设想的技术，如今正逐步走进实战环境。乌军方面早已开始试用这类无人设备。近期，第5突击旅便使用地面机器人成功将1名伤员在火线上安全运送14公里，显示无人装备在战场上的高效与安全优势。而俄军在无人战领域虽有动作，但在实战中屡遭挫败。乌克兰第45炮兵旅便在近日使用 FPV 无人机摧毁了俄方一套地面机器人系统。德国的高科技支援也不止于武器。根据图片报报道，德国的 Lecker 侦察无人机目前已在乌克兰实现本地化生产，并在过去3个月持续为前线提供空中情报支持。这类轻型侦察平台已成为乌军不可或缺的作战资源。随着德国不再公布具体援助数量，外界推测其军事支持规模远大于已知水平，未来或将通过战场表现直接展现援助成果。无论是在武器支援、军工转型还是兵力扩张上，德国正逐步确立其在欧洲安全框架中的核心地位，而美国则通过军售化援助稳住支持，同时降低自身风险。可以说，乌克兰已成为欧美加速推进军事现代化和重建战争准备的重要节点，也是观察欧洲是否走向全面对抗的关键窗口。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5日再次向国际社会发出求援，称乌克兰急需10套爱国者防空系统，60亿美元用于扩产无人机，每年250亿美元维持导弹、无人机与电子战系统，总计军工资金缺口高达650亿美元。他还请求欧洲帮助支付军人工资，以应对征兵困境。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正处于战争与制度改革双重压力之下，希望欧美盟友在资金、人力与制度支持上给出明确回应。在乌克兰前线方面，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攻防交替异常激烈，莱曼方向的托尔斯克定居点战斗陷入焦灼，俄军频繁派出小队突入城区占据民宅，乌方则依靠无人机进行精准清除，双方反复拉锯，局势尚未出现决定性变化。在扎波罗热方向，乌地118机械化旅成功伏击一支俄军装甲纵队，击毁多辆 BMP 步兵战车及一辆坦克，战果明显。大兴西尔卡区域，乌军在北部和西部同时展开进攻，推进至莫克里亚利河一带，并对 H5 高速北段发起突袭，试图切断俄军交通线。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经过连续2天攻势，成功收复波皮夫亚尔村，并在市区南部肃清潜伏的俄军特战部队，粉碎俄军试图逆袭的企图。然而，有消息指出，俄军可能已从卡金尼托列奇河东岸成功渡河，占领波克罗夫斯克东郊的新埃里克诺米奇耶镇，对乌军形成重大威胁。一旦俄军完全控制该镇，将为其重装部队渡河并推进至红军村打开通道，乌军防线将面临穿透风险。当前防守该防线的是乌军第153、第142机械化旅、第38海军陆战旅以及第14独立突击旅。然而，第14突击旅已调往罗金西克东北方向，由第2国民警卫队旅接手防区，防御能力尚待观察。尽管目前俄军攻势强烈，该地变化尚未在权威 SW 地图中标注，乌方也公开否认前线失守。与此同时，在波克罗夫斯克西部的谢洛夫卡方向，乌军第118旅展开反击，成功重创俄军第35旅。据悉，此次战斗摧毁俄军1辆坦克、4辆装甲车、4辆轻型越野车，击毙俄方车组人员38人及轻步兵约300人。值得关注的是，乌军首次大规模部署反步兵地雷，成为俄军伤亡的主要原因。不过，在托列茨克方向，俄军也取得局部进展，占领了西翼的亚布卢尼夫卡村。由于该区域乌军已坚守超过45天，部队疲惫，防线正面临压力。军事评论员斯特列科夫指出，乌军虽然在局部防守中承压，但正在战略上节省兵力，组建预备队，可能酝酿下一轮反攻。乌军前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尼也发出警告，称战争正进入关键转型期，若不调整防御与资源调度策略，战争可能拖延至2034年。他呼吁尽快推动战术与战略改革，以避免陷入长期消耗战。据乌总参发布的战况统计，仅24小时内，俄军新增伤亡达980人，俄军累计伤亡人数已超过104万。俄乌战争显然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乌军对俄本土设施的袭击已常态化，俄罗斯的纵深安全不断被撕开，战线也呈现出更加复杂与不可预测的发展趋势。和平依旧遥遥无期，而战火正迅速向更广区域蔓延。近日，一段来自乌克兰前线的视频引发热议。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志愿者与乌克兰突击队并肩作战，在丛林地带袭击俄军阵地，这样的场景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乌克兰战场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志愿兵正在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但到底有多少外国人在战斗？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一组令人瞠目的数据。据俄方统计，自战争爆发以来，共有13387名外国雇佣兵进入乌克兰参战，其中已有5962人阵亡。这一数字引发全球关注，不仅因为其规模之大，更因为发布方是交战一方的俄罗斯。俄军甚至还贴心地列出了一份阵亡榜，波兰高居榜首，阵亡人数达1497人，美国491人，英国360人，加拿大、德国、法国等国也榜上有名，甚至连与俄罗斯有前苏联同胞情谊的格鲁吉亚也贡献了上千人。这一份名单几乎涵盖了联合国各国代表，也难怪有俄军士兵在前线调侃，我感觉自己不是在打仗，而是在和联合国过招。当然，这份榜单并没有第三方独立机构验证，真实性存疑。有网友犀利吐槽，
问俄罗斯有多少外国人来参战，就像问骗子骗了多少人。他们还可能做个 PPT 认真讲解，虽有夸张调侃成分，但也道出了不少人对俄方统计数据的质疑。不过，数据归数据，值得关注的是，为何这么多外国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投身乌克兰战场？答案或许简单而直接，因为他们知道乌克兰是被侵略的，也映射出一个更深层的现实。在这场战争里，乌克兰从未孤军奋战。在俄乌冲突与中东局势尚未平息之际，东南亚再现战火。泰国与柬埔寨近日在边境爆发激烈冲突，泰国已关闭5大边境口岸，局势迅速升温，有全面升级之势。据泰国媒体7月24日报道，冲突最初由一轮多管火箭炮袭击引发，泰国指控柬埔寨方面率先开火，造成2名平民死亡。检方则反指泰国军队首先发动炮击，此后双方陆军在边境持续交火。泰国帕农同乐医院和素林府一所学校先后遭到炮击，致使泰国教育部紧急关闭周边所有学校。冲突爆发后不久，泰国空军出动 F-16 战机，对柬境内靠近崇安马的军事基地实施空袭，目标包括柬军第8师、第9步兵师指挥部。爆炸声在边境一带持续不断，战地照片显示，泰国士兵甚至在炸弹上写下你好洪森的讽刺字样。与此同时，泰国军方宣布关闭靠近冲突区数百公里外的剿抚5个边境口岸，释放出其可能扩大战争区域的强烈信号。此次冲突并非偶发事件，而是泰柬之间长期积怨的集中爆发。早前，泰国代理总理普坦宣布将与柬埔寨的外交关系降级，召回驻柬大使并驱逐柬国大使。事件的导火索之一是，前泰国女总理佩通坦与柬前首相洪森的一段通话录音被公开。录音中，佩通坦称洪森为叔叔，并请求其缓和边境紧张，同时抱怨了泰国军方，引发军方强烈不满，并导致其辞职。分析认为，洪森本意可能是想借此提升自身地区影响力，但却反而激化泰军鹰派立场。随着王室势力支持军方强硬派，泰国国王通过枢密院对政府施加影响，泰军正全面主导对柬政策走向。表面上看，争端围绕百威下4等传统领土问题，实则隐藏着更为重要的利益斗争。据公开资料显示，泰柬边境争议区蕴藏着超过10万吨的稀土资源，潜在价值高达6000亿美元。其中最具争议的白云一铂矿稀土含量高达 8.7%， 远超国际平均水平，被称为稀土波斯湾。正因如此，2024年检方首次公开勘探数据后，泰国 TEP 能源公司便试图介入，柬埔寨则迅速与日本丰田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几乎同步推进地下矿藏勘探工作。如今泰军已发动代号为尤塔伯丁的地面战役，跨越边境控制了普利维希尔4和62号公路要道，进一步压缩柬军防线。柬埔寨被迫请求联合国召开紧急会议，控诉泰国侵略，但国际社会反应冷淡。旅游业作为柬埔寨经济支柱已受重创。2025年以来，游客数量暴跌 91%，财政困境加剧。在外部力量方面，尽管柬埔寨正吸引东方国家参与建设港口，但由于此前运河合作中检方毁约，外界对其信任严重下降，袖手旁观成为主流预测。不过，也不排除越南或将卷入这一冲突。回顾1978年越柬战争，越军曾用20万兵力在19天内攻占柬埔寨首都，显示出柬军战斗力长期羸弱。如今若越方认为泰国势力过快扩张至其腹地，也有可能出手干预。2025年7月24日，俄罗斯一架服役达50年的安-24飞机在远东坠毁，机上人员全部罹难。事故震惊国际社会，但更令人深思的是，一架本应早已退役的老机为何仍在服役？答案指向了俄罗斯民航工业深层次的衰败。安-24曾是苏联航空工业的代表，
上世纪苏联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打造出图波列夫、安东诺夫等世界级飞机制造体系，形成了技术雄厚、链条完备的工业格局。然而，苏联解体后，这一体系迅速崩塌，技术人才流失，产业链断裂，科研机制瓦解，俄罗斯航空工业随之陷入长期停滞。尽管仍保有部分工业基础，但俄罗斯早已难以独立制造高性能民航机，即便重启旧图纸，也难复刻原机型。核心不是图纸，而是系统性的能力。从设计、生产、航电、发动机到适航认证，每一环都需要稳定资金、开放市场和国际协作，而这些恰恰是今日俄罗斯所缺失的。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航司70%以上机型来自波音与空客，本土飞机长期处于边缘。而制裁到来后，西方整机与零件断供，适航服务终止，俄罗斯陷入无机可换、救机难为的困境。尽管政府提出2030年国产飞机市场占比达80%的目标，但在设计能力、制造生态、资金与国际信任全面短缺的现实下，这一目标几无可能实现。俄罗斯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有一定基础，但商用发动机整体性能仍与西方巨头差距明显，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制裁下几乎全线停摆，令整个航空工业举步维艰。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